下了整个晚上的雨终于停了，小树蛙和狐狸猫决定趁这个机会去夜间探险。原本没看到卡通的小树蛙一下子又打起了精神，开始进行夜间生态观察的准备。过了一阵子后，狐狸猫听到了小树蛙的大叫，狐狸猫马上问小树蛙怎么了。小树蛙说，刚刚是遥控器坏掉，现在是手电筒坏掉，今天也太不走运了吧，狐狸猫怎么办？狐狸猫说，我们先来检查看看手电筒吧。小树蛙，你先不要气馁。狐狸猫把手电筒拿过来，并拆开电池盖。拆开后，狐狸猫发现这个手电筒很特别，是并联的电池组。它的电池排列是正极对正极，负极对负极，而不是像串联电池组一样是反向并排组装。小树蛙惊讶地说，跟我们刚刚的遥控器不一样诶，我记得我们家的遥控器电池是串联的形式。狐狸猫接着说，不错哦，小树蛙，其实要分辨电池组是哪一种，可以观察下面这个特征。串联电池组中的电池是正负相接，并联电池组中的电池则是正极对着正极。并联的电池跟串联的电池对电路会造成的影响可是有差别在的哦。选择用并联的方式还是串联的方式来排列电路中灯泡也会有差异哦。我们先从并联灯泡说起吧。我们为电路加上了一个灯泡后，会发现灯泡的亮度并没有变化，两颗相同的灯泡也一样亮。而为了测量它们的电压与电流，我们需要在电路上串联安培剂，并在待测电路元件两端并联伏特剂。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实验了。我们会发现，如果我们观察橘色部分的电路，它就是一个一灯泡一电池的简单电路，电池组两端的电压会约等于灯泡一的电压。而如果我们看的是蓝色部分电路，一样的，电池两端电压会等于灯泡二两端的电压。由此我们也可以推知，在并联电路中，每一个灯泡皆会获得与电池一样的电压。而电流的部分，我们可以观察到，流经灯泡一和灯泡二的电流总和会等于通过电池组的电流。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电池提供的电流会等于流经每个灯泡的电流总和。小树蛙又接着问说，那电池并联呢？跟串联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？这个并联式电池组的手电筒坏掉了，是不是也跟遥控器一样？可能其中的一个电池坏掉了，那就整组不能用了。如果是这样，我再去找一颗好的电池。刚讲完话，小树蛙便准备转身去拿电池，狐狸猫却一把抓住了它，且对小树蛙说，你先别急，让我说完。我们一样先实验看看并联电池的电路，我们会发现在加上了电池后，灯泡的亮度不变。而为了进行实验，帮它们加上安培剂以及伏特剂后，就可以进行实验了。我们会发现，两个相同电池并联后提供的总电压，其实就和电池一和电池二单独能提供的电压相同。并联并不会让提供的电压增加，和单独一颗电池时一样，所能提供的电压一样，也因此电流不变。所以灯泡不会因为并联了电池而变得比较亮，但是经过灯泡的电流会等于流经电池一以及电池二的电流总和，而又因为一样的电流是由两颗电池负责提供，所以并联后一颗电池只需要负担一部分的工作，所以并联的电池其寿命会比原先只靠一颗电池还长。听到这里，狐狸猫想考考小树蛙，我们这个使用并联电池组当作电源的手电筒不亮了，里面的电池应该是呈现什么样的状态呢？小树蛙好像很伤脑筋，不知道答案是什么。荧幕前的你可以帮帮小树蛙吗？
狐狸猫说：“没错，并联电池组也会有着并联的特性。如果今天有一颗电池没电了，还有其他的路是形成通路的，所以我们手电筒中的2个电池应该都是没电的状态。”小树蛙说：“原来如此啊，那我现在就去准备。”拿到2颗新电池的小树蛙跟狐狸猫合力把电池换好后，打开开关，手电筒也恢复正常了。小树蛙说：“哎呀，这个晚上这么多突发状况，真的是累死我喽！现在终于可以出发了。”小树蛙赶紧抓着狐狸猫往户外走去。经过整个晚上的不如意，只见小树蛙的脸上终于又重新挂回了笑容。最后，我们来整理一下今天的重点。在灯泡并联的电路中，电池所提供的电压会等于各个灯泡所消耗的电压，而电流则会等于经过各个灯泡的电流加总。而在电池并联的电路中，如果都是使用相同电池，并联电池组所提供的总电压会等于单一电池提供的电压，所提供的电流也和只有单一电池的电路相同。但是因为这样大小的电流是由2颗电池所共同分担，一颗电池只有1半的工作量，所以并联的电池可以使用的时间较长。